据三太湖网10月18日截取《印度时报》的评论，其中有一些印度网友就表示了：莫迪，请说清楚，我们应该点中国灯，还是刚刚推出来的牛粪油灯呢？更有不少人表示，现在已经厌倦了这种套路，印度不是宗教国家，你为什么不为我们的士兵祈祷？有史以来最差的总理，叫大家点灯，半点不提经济和基础建设，打感情牌。该消息是印度时报近日发布了一则视频，视频名称我们的士兵在边界面临什么，其中主要是莫迪在为他们的人民洗脑，内容大概是这样的：我们应该想想我们勇敢的士兵，他们在坚守边界，即使在节日期间，他们依然在执行任务，为国家服务。我们应当在家里为他们点亮一盏油灯，向这些勇敢的人们致敬。然而，从印度的这个举动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来，印度经济现在似乎正处在强弩之末，竟然在自己国家的重大节日里没有给士兵送去急需的物品，却只能送上毫无用处的祝福。再说了，是不是真心送祝福还不好说呢？因为未来取代中国灯具在印度的影响力，印度咬牙推出了牛粪灯，却不受自己国民的待见，于是让自家总理出来打个广告，这也是很有可能的，有点想为印度士兵默哀一下。当然，再加一个目的，给国内民众洗脑，这也算得上是印度的常规操作了。只要是有什么需要民众的事情，就要来一波洗脑。毕竟印度的教育还是不够普及，而这一次就特别引人注目了。要知道，印度士兵大部分人都没有保暖装备，吃食什么的全部都是问题，更是3天2头的有士兵出现冻伤送医院抢救的事情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印度洗脑就很值得怀疑，是不是在稳定军心？士气不足必然是败军之师，并且印度从9月份开始就不断向边境增兵，10月份更是频射导弹，但这一切都不如吃饱穿暖来的实在。毕竟吃饱穿暖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这都不能满足，也别谈什么理想了。就像是印度的超级大国梦是怎么起来的？吃饱喝足后畅想未来，然后一不小心就想多了。除了军心之外，民心也是极为重要。印度国内疫情无法控制，民众心理压力极大，疫情不结束，边境还不安稳，双重压力下，民心都不稳定了。这从众多印度网友狂喷莫迪就可以看出来了。所以印度此举就有一种无力感，没钱买装备稳定民心和军心，只能打感情牌了。美国1周内第2次批准向台出售导弹系统，台湾地区对美如此不加警惕，是真傻还是假傻？如果一意孤行，终将死路一条。据美国国防新闻10月23号消息，美国方面21号批准对台交易18.113亿美元军火，其中包括135发 AGM-84 防区外陆攻飞弹、11台 M142 陆军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6套可适配 F-16的新式侦察夹舱。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联合早报10月28号消息称，美国方面27号宣布将再对台出售23.7亿美元鱼叉系列飞弹，包括400枚鱼叉2型地面飞弹、4枚2型训练飞弹、100台鱼叉飞弹暗制型防御系统发射车、25辆雷达车等。至此，台湾地区将集齐海陆空用4型鱼叉。台湾地区部队现役的鱼叉飞弹分别是潜艇发射型 UGM-84L、舰载发射型 RGM-84L、机载空射型 AGM-84L， 再配上将要到手的暗制型发射车，就能在美国的帮助下集齐海陆空全属性4型鱼叉飞弹，为美国的南北岛链组建添砖加瓦。这被誉为是美国对台湾地区自我防卫建设的大力支持。令人腹诽的是，在美国如此敌视大陆的今天，却能够做到对台湾地区掏心掏肺。究其根本，对美国而言，台湾地区和大陆之间的区别仅在于一强一弱，而美国正欲趁弱而入，以便借力打力。而台湾地区将 F-16级别的军事援助看作是天降甘露，不知是真傻假傻。对于美国与台湾地区军事交往日益频繁的现象，国内外各大媒体都十分关注，毕竟这直接关系到中美两国之间的局势问题。美国 BBC 中文网23号报道，引用我国抗美援朝70周年大会讲话，历史和经验告诉我们，任何霸权、霸道、霸凌行为都是行不通的。如果一意孤行，终将死路一条。虽未点名说给谁听，但就像印度方面可以特意宣称4国联盟的军演行为不针对任何国家，但是我们也不会将其解读为演给俄罗斯看。无需多说，且外界普遍认为美国最好听一听。
抗美援朝是我国至今唯一与美国存在正面冲突的战场。如果中美两国之间的所有竞争存在一块计分板，美国如今几乎略无胜绩，且在外名声也持续走着下坡路。现在还围绕着美国周边的国家和地区，不过是还有利可图，或是上了瘾离不开，或是鬼迷心窍看不清。但这种并不正当的利益关系必然不具备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日新月异，时过境迁，有朝一日美国不再是世界第一了，我国如今的诸多困境也就迎刃而解。哪里有不想和平发展、面子里子都正上的国家和地区呢？台湾地区不过还是抹不开面子，终会醒悟于美国不可同质化的现实，也只有这样，对每一位炎黄子孙都好。据环球网在10月28号的消息显示，印度在建航母维克兰特号于26号迎来细薄实验。按照国际惯例，这种试验是通过对机电设备的调整，对其性能进行检测，以确保船上机电是否满足设计要求和船检规范。该步骤也是一艘船只海试前的一个重要检测环节。不过，就当印度上下为自家印度之光自豪的时候，维克兰特号航母的真实情况却被揭穿了。据报道称，28号当天，印度对外展示其水上飞机的试飞活动，结果有媒体在拍摄试飞过程中，却意外将准备海试的维克兰特号航母一并拍入画面，而这张画面却让印度舆论炸锅了，这根本就没完工啊！原来号称即将海试的印度首艘国产航母根本就没有造完，这与新德里最近的表态截然相反，与海军的发言格格不入。从印度 Leaf Feast 网站放出的照片中看，停泊在码头的维克兰特号航母甲板上仍然有许多脚手架、集装箱，而其舰岛位置仍然有一堆的框架结构，桅杆、天线之类的设备部位也是空置状态，这显然还是处在建造过程中。颇为讽刺的是，印度海军还在上周借着国产航母即将海试的东风，向新德里提出要求，认为如果要保证国家安全，需要至少3艘航母。很有意思的是，印度海军还大言不惭地声称，如果财政不允许，印度海军可以不要核动力。结果如今航母的最新画面一曝光，算是直接揭了印度海军的老底了。实际上，印度人造航母动不动就折腾点幺蛾子，与它本身的制造模式息息相关。与寻常的一次性投入资金或者持续投入资金不同的是，印度人造航母是分各个阶段算钱，一个阶段的要求造好之后，造船厂还需要和海军方面再次进行谈判，签订后续建造的合同，资金到位之后再开始第2阶段的建造。浪费时间不说，更重要的是让印度的造船业养成了磨洋工的习惯，时间拖得越久，要到的钱就越多。而这种习惯下，往往造船厂会借机在下一个阶段谈判中索要额外资金，不然就撂挑子不干了。这种威胁之下，印度海军也只能捏着鼻子认下了。这也导致了这艘维克兰特号航母的成本目前已经超过28.14亿美元，超预算6倍。然而出来的结果却是艘4万吨不到的轻型航母。形成对比的是，美军的10万吨级别核动力航母尼米兹级，造价大概50万美元左右，但两者的技术要求却有着天壤之别。据以色列媒体耶路撒冷邮报10月27号报道称，该国情报机构摩萨德在最近几周将中国的冠状病毒疫苗带回了以色列，并且多位政府的消息人士表示了这件事情的正确，但官方部门却没有任何回应。此事传开后，我国网友纷纷表示，买的还开了发票，多出来的那部分钱还扣了税，我都看到了，我就是那台打票机。其实可以包邮，但是他们非得自提。不过也有网友认为可能是以色列偷的，以色列特工该不会是去接种点偷的吧？不过以色列这回究竟是偷的还是买的，就很值得细思一下了。如果是偷的，那怎么偷？在中国国内偷的话不太可能，毕竟一般的小手段基本上都是不可能拿到了，比如医院，没点手段也是偷不到的。不过对于特工来说不算困难，但是又怎么能拿得出境呢？当中国的国防部门是病猫吗？还是不打算要外交了？所以说在中国国内偷不太可能，不过从国外偷的话倒是有点可能，毕竟中国在国外这么多个试验点，还是在别人的地盘上，用些手段能够做到一些也不足为奇。但是直接买它不香吗？中国还能不卖？同住地球村，这点面子中国还是会给的。如果是买的，那为什么要出动情报局呢？我们都知道，以色列是美国的头号小弟，而美国就正好和中国闹矛盾，所以以色列想要和中国买，美国可不答应。以色列又是需要依附美国，所以肯定不敢明目张胆的向中国购买了。
不过可以暗地里购买吗？中国也不会特意跑去告诉美国的，大家好才是真的好。不过从这一点来看，出动情报局虽然有点大材小用，但好像也不是不能理解。毕竟美国对小弟的监管和敌人的监控可是出了名的，管是偷还是买的。最后为什么会在以色列媒体中大肆爆料呢？要知道，如果是偷来的，那肯定是不光彩的，就算是美国也不一定高兴；如果是悄悄买的，那就被暴露了，美国更不高兴了。所以以色列这又是闹哪般呢？从消息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件事是发生在几周前，而就在25号，以色列宣布自己已经成功研制出了本国新冠疫苗，并且将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一看这件事情就过于巧合，而世界上大多数巧合都是人为制造的。所以说，关于以色列特工出手将中国疫苗带回国的消息，合理猜测一下，以色列从中国买去了一些疫苗技术，转头在这个基础上研发自己的国产疫苗，最终事情会暴露出来，可能是因为一些不可告人的原因，比如内斗或者外部插手，离间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而和以色列有过节的周边国家也可以合理猜测一下哟。